第一次去男朋友家，从我进屋开始，他父母就很热情，说我知书达理，温柔大方，是个好姑娘，俨然把我夸上了天。可我却发现屋子里有一个同龄的陌生女人，不仅在我们聊天时递开水、送水果，就连桌上那12道菜也是她做的。我很纳闷她是谁，男朋友爸妈也没跟我介绍。直到吃饭时，我看她迟迟没有入座，才疑惑地看向男朋友，他忙活了一中午，不用来吃饭吗？男朋友却毫不在意，你不用管他。听到我的话，男友他妈也对我说道，对，你就当他是空气，他不配吃。我当时脸色就不太好看，偏偏他妈还在喋喋不休说不停。小航说你在创业还创得不错，真有本事，不像我家那死丫头，连高中都上不了，整天闷声不吭，三脚踢不出一个屁，赔钱的货。好像忘了买饮料了，楚离，下楼给你嫂子买饮料去。我这才知道那女孩是男友的亲妹妹。闻言，楚离从小房间出来，低头嗯了一声，就出门去买饮料了。买回饮料，楚航不满道，小晴最近在减肥，不能喝可乐，你再去买一瓶纯果汁。楚离又去买了果汁。三四次折腾不说，全家对楚离也没个好脸色。楚离的名字没叫几遍，赔钱货倒是成了关键字，我忍无可忍，给男友叫出来，跟他提了分手。楚航整个人都愣了，为什么呀？我好笑的看他，你说呢？楚航不明所以的追问，你来我家，我父母对你都很好，给你做了10多个菜，嘘寒问暖，哪里让你不开心了？我冷笑勾唇，让我不开心的是你妹妹，是她。楚航恍然大悟，立刻积极的说，我都说了，你不用管她，我爸妈也不管她，她18了，再等2年就把她嫁出去，你以后也看不见她。楚航，我平静打断他，看着他问，那是你亲妹妹吗？是啊。楚航点点头，哦，那你可真不是个人。说吧。我拦下一辆车，坐进去后，看向车门外的楚航，你不是个人，你爸妈和你也一路货色。说完，对司机道，师傅，走。林晴，林晴。楚航在车后喊了我好几声，我理都不理，只觉得这场谈了2年的恋爱为了狗。我和楚航分手后，过了2天，他大概是猜到我哪里不满了，先是软声软气的哀求，被我禁言后，又拜托我以前的同学说情。不说还好，这一说，我立刻清理了一轮朋友圈，但凡觉得这事是小事，但凡觉得他家奴婢妹妹和我这个准嫂子没关系的，统统拉黑，良善之心全无的朋友留着作甚。我不想理会楚航，他却死缠我不放。那天下午，我正忙着给一个大主播做策划，小助理跑进来，小声对我说，楚航的妹妹来了。我让人把楚理带到小会议室，楚理捧着一纸杯热水，神态不安，坐立难挨。在看见我时，整个人倏地起身，嫂子，我是来道歉的。我看他有些泛红的眼眶，不急不躁，摆摆手先坐。楚理坐下来，低着头，咬紧下唇说，对不起，那天让你不高兴了。我是不太高兴。我后背往椅背轻扣，慢条斯理的问，可你知道我为什么不高兴吗？因为我楚理吸了口气，我哥说你是不高兴我没和你一起吃饭，我觉得好笑。楚航居然是这么觉得的。楚理，我问，你就不觉得自己被虐待了吗？楚理先是一冷，然后疯狂摇头，我没有被虐待，我爸妈没怎么打过我，我学习不好，考不上重点高中，也考不上我哥的大学，没有学历找不到工作，我爸妈对我很失望，为了不让我吃苦，才把我留在家里打扫卫生照顾他们，将来结婚嫁人。我叹为观止。楚理未意识到自己被洗脑了，骨子里觉得自卑，觉得一切都是他的错，觉得被家人这样对待是理所应当的。说可以吃饭了，长长的吧台上10多个菜一直排开，工作室的员工都看傻了眼。老板，你给我们叫了5星级酒店的总统套餐吗？楚理做的都是家常菜，但摆盘漂亮，菜色极佳，看起来一味高档又有食欲。我一声令下，那群忙里上午的小茶猫们就开始狼吞虎咽。楚理没见过这家时，小脸白着，嘴唇颤着，你们别抢，别抢啊，不过吃我再去做，可以吗？有人眼睛都亮了，可以个屁！我冷冷地瞪过去，同时不需要你多高的学历，也不需要你吃多少苦，只要你肯花心思的来做，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的工作室？楚理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，好半晌才喃喃问，做饭吗？不。我凑到他面前，看他因常年不见光而白皙消瘦的脸，慢慢道，美食博主，全好。我心里啧了一声，这么优秀的小姑娘，被坑的半点自信也没有。我架了摄像机，让楚理随便做什么菜，几个黑洞洞的摄像头就在对面，楚理头都不敢抬，整个人含胸驼背，切菜时还差点切到手，极度紧张下做出的菜可想而知。看着盘子里焦黑成炭的排骨，楚理差点哭出来，一个劲儿和我道歉。我倒是不在意，和他说再做一遍。楚理这小姑娘被揉搓捏扁10几年，几次失败后绷不住了，边做菜边掉眼泪。下班时间一到，工作室的人跑得飞快，一个个咳嗽的惊天动地，被呛的满屋子焦糊味，石头盘排骨一盘比一盘惨。我和楚理2个人边刷盘子边收拾，像被轰炸后的厨房。天色渐黑，开了射灯，灯光下楚理边洗碗边掉眼泪，啪啪啪跟惊动似的。我没忍住，噗的一声笑了出来。嫂子。楚理抬头可怜兮兮的看我，我笑得乱唱，拍了拍他肩膀，要不咱们走个反差萌怎么样？你就哭，使就哭，我给你立个哭包人设，盐也不用放了，光眼泪就够咸了，到时候全网围观，做出来的菜才够碗，那怎么行？楚理瞪大一双红彤彤的眼睛，也不哭了，整个人难得的硬气了一回。我笑够了，对他说，饿了，做点什么来吃吧，吃完我送你回家。没了摄像机，也没了围观的人，楚理放得开。我坐在吧台尾端，看他和面切肉，起锅烧水，一碗热腾腾的鲜肉小火。
我眼看着处理猛猛地点开文件夹里的视频，视频里柔和透彻的灯光下，是他温温软软包着馄饨的画面。昨天晚上他书记看我，我不理他未说出口的话，只淡淡道先看自己的视频，然后看别人的。我给你整理了全网最火的几个美食博主，你对比一下，倒不用去学这些人的风格，但知己知彼还是需要的。处理怔怔的看我，无意识的开口，嗓子打住，我勾成扬眉，以后对我只能喊姐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处理慌乱眨眼，揉了揉他的头发，小丫头还挺乖，不枉费我一晚上没睡觉，又是剪视频，又是做资料。处理做午饭跟做贼一样，私下打量厨房，看什么呢？我问。处理小声说，我看有没有摄像机。有，我给了肯定回答。处理掐豆芽的手一用力，直接把豆芽从中掰断了。我要笑不笑的说，紧张什么？你只管做，做得好了，我给你剪成视频；做得不好，我直接丢进回收站，不会给你看，也不会给别人看，可你会看见啊。处理悄声咚囔，做坏了就太丢脸了。13盘排骨，我忽然说，别破纪录。我朝他一笑，尽力而为。处理耳朵都红了13盘排骨，实在让他堵心，但同时也多少有点心安，毕竟再怎么发挥市场，也不至于像昨天那么惨烈。这天中午，大家把处理一顿夸，天花乱坠，国宝大厨，世所罕见，简直天才。姜母鸭姜放少了，清蒸鱼过了火，统统无视，夸就硬夸。处理大概很少被人夸奖，没顶住10分钟，跑回工位，整个人埋在臂腕里，耳朵红得能滴血。有了这个开头，接下来几天他的水平总算稳定下来。我试着架了一台高清摄像机，中午内餐，一半人苦着脸。过了几天，我又架了一台摄像机，中午内餐，一半人咬着牙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远近角度4台摄像机架设完毕，终于能长舒一口气。小丫头脱米完成，他们的胃也练成了金刚不坏。姐，这是什么？处理坐在小会议室里，面前放着不算薄的一叠纸，合约。我回答，我想把你签成工作室的正式主播。我面前也有一份同样的合约。翻台后，我主条和他解释，尤其是利益分配上，扣除运营成本后，总体收益55分，这一条是可变更条款，期限1年。不用了。处理连忙说，我不要钱，就当给你帮忙，帮忙不能帮一辈子。我站起身，走到他身边，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这不只是合约，也会是你将来的事业。事业2个字，让处理的眼瞳动了动。他被话说打压扁得多年，丧失自信心，从未想过自己还能有事业。他拿起笔，手指颤得不像样子，又忍不住看我，我回忆淡笑，眼中皆是鼓励。处理签了字，智能又笃定的保证，一定会更加努力，不让我失望。我安排人叫他配音，又让人重新装修厨房，成为工作室中处理的营销方案。我重点放在少女感上，希望能打造出不一样的业务。处理没让我失望，他形象柔弱，声音软甜，做菜时利落干净，视觉上赏心悦目。他的视频已经播出，就被推到了首页热门。我出面与平台商讨，尽可能压缩推广经费，又许诺诸多条款，种种一切都是商业行为。处理并不知道这些，他每天都忙着研究菜色，看其他博主视频，原本一切顺风顺水。直到那天，处行找上门来，处行开口就质问我，为什么要耍他？不是你说只要处理来你这里就跟我复合吗？我笑了，我的原话是，只要处理来我这里，我就考虑和你复合。我考虑过了，还是没办法和人渣谈恋爱。临情，处行脸色铁青。就在这时，处理从厨房走出来，姐，今天的录完，你怎么来了？处行一把拉住他，跟我回去。哥，处理急了，边挣扎边看我，我后腰往办公桌上一靠，冷笑的看向厨家兄妹，这里是我的工作室，不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菜市场。处理是我的正式员工，还不到下班时间，你想带走他？这句话一出，不少员工霍地站起身，面色不善的盯着楚航。楚航磨了磨后草牙，干脆蹬向楚离，你跟不跟我走？楚离瑟缩了一下身体，没说话。楚航气急败坏，我是你哥，家里还有爸妈在，你到底走不走？楚航把父母也搬出来，楚离身体差得更厉害了。我轻轻密谋没说话，工作室里的人也都屏气凝神看向楚离，就等他的答复。楚离声音微弱，哆得嗦嗦，可话却说得明白，我不走。楚航一愣，根本没想到楚离会拒绝。我笑了一声，我抖动，他怕得厉害，同时也咬牙重复，我不走。我给旁边的人递了个眼色，几个人架起楚航往外拉，楚航慢慢咧咧，一口一个白眼狼，恨不得把楚离活吃了。我把楚离拉到会议室，没关起来，楚离就趴在我肩上，哇逼声哭了出来。他这一哭，不知道是因为胁迫在害怕，还是因为反抗的寄托。我拍了拍他后背，轻描淡写道，你很优秀，比你哥好，比我也不差。楚离哭得更大声了，他是真的能哭。中午饭哭哭唧唧做完，吃饭时哭哭唧唧吃饭，我真后悔。我面无表情对助理说，当初就应该立给他。我哭爆人设的。助理从耳朵里拽出耳塞，我摇摇头，叹气。各个平台的回款周期不同，有的按月结算，有的季度计算。处理的视频上传的大平台，第一个月流量结算时，他连眼睛都不敢睁开，我倒是很淡定，刷新后台看了一眼，姐，他吸了吸鼻子，带着哭腔说，要是不赚钱和你没关系，是我没好好表现。我看了一眼结算单，没什么，用手戳了戳他脑袋瓜，自己看。处理5只眼睛的手指拉开一条小缝，个10百千万3万。处理傻了，处理一根手指头差点把屏幕戳穿，兴奋得一塌糊涂，整个人都要飞起来了。
3万回款，扣除成本后，处理到手7000多。他钻着银行卡，眼睛一眨不眨。就在我担心他又要给我来个水盐工作室时，他谨慎又小心的收起了这张卡。第二天早上，他神神秘秘把我拉进厨房里，从料理桌底下抽出一个盒子，盒子包装精致，系着缎带，这个钱包要3、4千。我看了他一眼，是你收入的一半。头，处理往手心里偷瞄，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瑶。我又没忍住，笑出了声。处理把手背过去，结结巴巴说，姐，你对我好，我也孝顺你。我谢谢，但并不想被孝顺。处理的热度保持得不错，第一季度结算时，短视频平台光流量补贴就有几十万。处理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，扣除成本，他拿走了整10万。第二天，我捧着个硕大的礼盒，他笑得露出小白牙。有了基础粉丝和流量后，我又安排他和其他大主播联合做节目，最赚钱的广告和直播带货也按部就班的在推进中。处理有上百万粉丝关注，他形象好，人软弱，被一口一个甜心妹妹的叫，再也不缺夸奖和赞美他的人了。处理有了人气，工作室也得以扩张。年底时，我忙着盘点清算1年账目，还要考虑明年安排。助理却来和我说，处理那边恐怕有变故。我是在一家咖啡店里找到处理和处行的，他们没发现我，隔着2排绿植，我坐在对面。处行喋喋不休的声音清楚传来，小黎，你跟着林晴能有什么好果子吃？这1年来，你到手不过就是个小百万，可你知道林晴赚了多少吗？少说也有上千万。业内没有秘密，头部主播赚大钱谁都清楚，可你什么都不知道，林晴给你多少你就拿多少，你这是太蠢，太没心眼了。我是你亲哥，我背后是前5的互联网公司，我们公司明年也要做短视频项目，现在到处挖主播，你这个量级的，光签约费就500万了，你自己单干，不比被林晴剥削要好吗？哥不会骗你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林晴把你当赚钱工具，这1年你也给他赚了不少，算对得起他了。后面的话我没再听，站起身走了出去。楚航说的对，业内没有秘密，当初我和楚离签订的是1年合约，1年转眼就到，能不能续约，全在楚离怎么抉择。中午时，楚离风风火火的跑进来，把1盒蛋糕放在我桌上，姐，我来晚了，这是街角那家咖啡店的蛋糕，你尝尝。我看向笑得漂亮的楚离，回想第一次见他时的模样，拆开蛋糕吃了一口。我没问楚离明年是否要签约，楚离也没提明年要不要和我签约，工作室其他人却冷静不下来。虽然还有不少主播和我们合作，但楚离是我们直签的大主播，如果他不续约，明年的业务收入至少要减1半，不止1半吧。以楚离现在的人气，只要能顺利带货，明年少说也得几个小目标。晴姐，你要不还是说说吧，楚离毕竟是我们带出来的，我听说外面不止一家在挖他。我看向其他人，他却嘴巴舌的人洒脱的笑了笑，楚离是大主播了，这1年他赚到了钱，我们也赚到了钱，没有谁欠谁的说法，双方互赢。但我们这里毕竟只是刚起步的工作室，如果楚离有更好的选择，谁都不能强拦着，更何况强拦着也拦不住的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在商言商处理值得更好的。道德绑架恩情枷锁固然有用，但那和给处理洗脑的父母有什么分别？我当初肯帮他，也不是想要一辈子锁住他。处行在找我时，我从容赴约，到气不续，我哦的一声，搅了搅咖啡，轻描淡写问，这是处理的意思，这是我们全家人的意思。处行说，包括处理。我问，当然。我笑了一声，你们家居然还有处理呢？你什么意思？处行你没？我淡淡道，如果处理不是大主播，现在应该在做什么？是蹲在家里擦地板，还是猫在厨房做晚饭，或者给你们安排着去相亲、谈恋爱、结婚赚彩礼？抬眸看向处行，我勾了勾嘴角，赔钱或是赔钱货，家里人是家里人，现在处理赚了钱，所以你们又成了一家人。处行不在这个问题上和我深究，直接说，我说处理不会续约，我代表他和你交涉。处理马上19岁了，他是完全行为能力人，不需要你做代表。我端起咖啡杯，抿了一口，云淡风轻道，不续约这3个字，我要亲口听处理说。林晴，处行冷滞，你非要自取其辱。我站起身，对处航笑的冷淡，处理不是当初那个任由你们摆布的处理，就算他要离开，他也会亲自和我说，处行，你从来都不了解你妹妹，处理是柔弱，但就像当初拒绝和处行离开一样，她柔弱也坚定。随着合约期限一天天临近，整个工作室的氛围也变得奇怪，处理始终没有表态，该录视频，一如往常，续约的文件我早就准备好了，在细节条款上反复推敲，几个核心员工看过后，脸色都很沉重，这合约算是很有诚意了，但外面给的更多。续约那天，处理和平时一样，先是去录了视频，然后才和我去了会议室，我把续约合同给了他，像1年前那样，主条给他解释条款，解释到最后，见他不言不语，就笑着说，这份合约相对有点复杂，如果你不明白，可以请专业律师来看，以处理现在的身价，本就该有律师陪同签约，我给了他一个台阶下，不愿意让他为难。处理从何一个？我一不得约里抬起头，脸色很复杂，半晌后才小声道，姐，我笑，你，他指的指我，又回指的指自己，要和我做合伙人，我点点头，是，我以工作室1/4的股份作为置换，这是条款之一，其余的分账细节都在后面。不是，处理经过1年打磨，已经难得慌乱了，为什么呀？你这么做会损失很大的，没有什么损失啊。我笑了笑，
如果你愿意续约，我应该是赚大的才对。秀气的眉紧紧皱着，看我时眼神透着一丝委屈。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不愿意续约？纯纯一个质问。我张了张嘴，没说话。楚理的眼眶就这么红了起来。你以为我不愿意续约，对不对？你觉得我会离开工作室，对不对？你怕我走，所以才开出这种条件，对不对？我连忙抽了几张纸巾，当家一结束，哭就哭，真让人怀念。我当你是亲人，你当我是外人，熟悉的哭到打嗝。楚理抹着眼泪控诉，我抽着嘴角说，这不是亲不亲人，外不外人的问题，那是什么问题？楚理哭着喊，你失业的问题。我叹了口气，心平气和坦。今夕不同往日，就像我给你第一份合约时说的那样，这不仅仅是合约，也是你的事业。你还小，容易感情用事，轻易做决断，但我不想利用这一点，我希望能让你和我都利益最大化。这份续约里的条款是你应得的，但我也没惯着你，签了这份合约，以后8年，你都是我工作室的专属主播。我知道外面很多公司和机构都在挖你，你可以对比着选择，无论你是要留下来，还是要离开，我都尊重你的意愿。还有就是比，楚理忽然开口，我顿了一下，楚理红烛眼瞪我，比，你可以再考虑一下，比。楚理这一声又要哭起来，我把签字笔递给他，他3台文件，签好后把合约推给我，眼睫毛上还挂着眼泪。楚理定定的望向我还小，你说的，我容易感情用事，等8年后我长大了，你再和我说这些，现在我不想听，我是轻易做了决断，可这是很难决定的事嘛，商业利益，那些我不懂，我只知道，我能有今天是因为你，我对你，我的明天也交给你了。姐，我相信你。我低头看着那叠合约，久久没有说话。会议室里，楚楚陪着我一起沉默，叹息伴随轻笑一块响起。我看向面前这个小姑娘，缓缓道，你知道那时候我为什么要帮你吗？楚楚摇摇头，手指轻抚着厚实的纸张。我回忆着说，我和楚行师同校校友，在校期间，我永远是系院第一，评优评先，项目奖项拿到手软。快毕业时，我和楚行约好，要一起进国内最好的公司。我那时候以为，凭我的成绩和能力，这并不困难。我们一起投了简历，一起过了笔试，第1面试，第2面试，直到中试。楚行拿到了 offer， 而我没有被录取。为什么？楚离瞪大了眼。因为我的性别，我开向楚离，我是女生，所以被刷掉了。楚离拍案而起，凭什么呀？女生怎么了？我笑了起来，对，女生怎么了？女生又不比男生差，肯定公司就连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都不给我们。我还记得接到电话时，对方说冷的通知。我那时还小，直着地想问原因，为什么楚行可以，我不懂。最后才知道，原来是因为性别劣势。那以后我干脆放弃找工作，转而去创业。我有自信，不输给任何人，任何同等条件下的男人。所以在看见你时，我想到了自己，这个世道留给我们的机会本来就很少，帮你就是在帮自己。楚理没有再说话，他低着头沉思了好一会儿，在我整理好合约时，他才又抬头，目光不再是窃泣含泪，而是笔直坚定。那我的选择就更没有错了。他说。我疑惑地看他，他只笑了一下。这个世道留给我们的机会本来就不多呀，帮你就是帮自己。我先是微怔，然后笑出了声，朝楚离伸出手。我含笑着说，以后8年，合作愉快。楚理与我交握，抬头也笑，以后8年，合作愉快。可第2天，楚离就旷工了。我很奇怪，他这2年一直是知情老的小蜜蜂，怎么忽然就旷工了呢？助理在给我送方案时八卦，我爸的说，楚离去给他家人买房子了。我眉心一蹙，他家人？对啊，助理小声说，晴姐你前段时间出差，不知道他爸妈来闹的事，闹什么？我钻着笔问，楚离他哥楚行被裁员了，楚行的女朋友又怀孕了，赶着要结婚，可是没房子，人家死活不同意，他爸妈就要楚离给他哥买房。你也知道，楚离现在带货一场就上1000万，昨天我还看见楚离在那研究楼盘广告，估计今天是去给他爸妈买房了。助理走后，我转着手里的笔，越转越觉得心烦，拿起手机，一通电话打了过去，接，电话一接通，楚离的声音就传来出来，催生生的，满是着急。在哪？我问。车上呢，准备回工作室了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忍不住问，去看房了？对呀，楚离兴奋地说，这片小区特别好，户型绿化物业都没话说，价格也合适，我一眼就看中了。我捏了你也没心鼻梁，你已经是大人了，我不插手你的家事，可你也不能一味的。姐，楚离打断我，像是憋着笑一样，你甚至误会什么了？你以为我是给楚行和我爸妈买房？不是，当然不是啊。楚离笑了出来，楚离学坏了，看房的时候热情无比，一副马上就要买的架势。他父母和楚行乐得满脸开花，结果在签约付款时，楚离往后一退，满脸无辜表示，不是你们要我来看房吗？我来看了，也给了意见，这房子不错，值得买，马上买，必须买。可这房子又不是给我买，我就不参与后续的事了，然后就转身跑得老远，一去不回头。不过啊，楚理笑秘密地说，我是下了2套房的全款，一套我自己的，一套给你的。我眼瞳震了又震，给我，姐，你忘了吗？我以前不是说了吗？笑说你呀，全文玩。